乌克兰大肆反攻，俄罗斯却潇洒抽身，联合中国军演，细究中俄打算，真是令人深思啊！大家好，我是吕哲。如今正值俄乌打得火热，关于乌克兰大反攻的报道满天飞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和媒体都在报道俄军如何损失惨重，而普京一方则表示乌军战绩不佳，双方呢各执一词，谁都看不上谁。在此紧张时期，中国做了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动作，邀请俄罗斯参加北部联合2023演习。对于中方提议，俄罗斯欣然应允。中俄这一操作顿时引起猜测：中俄两国联手打美国的脸吗？属于美国独霸的单极时代难道完结了吗？乌军反攻之际，中俄联合军演到底原因几何呢？其一，对美国霸权展开全方位反击。近年来，美国霸权地位不断下滑，中俄地位明显提升。中俄两国的迅速发展令美国惴惴不安。为了遏制两国发展，美国挑唆推动俄乌开打，阴谋得逞之后，便将重心挪到了中国身上，联合日韩等国开始遏制中国的发展。为了反制美国的霸权，维护本国利益，中俄联手那是必然的呀。美国不单是俄乌战争背后真正的推手，还是屡次干涉中国内政，对中国主权领土指手画脚，并且意图联合别国对中国展开包围遏制的那个幕后大哥呀。在此背景之下，中俄两国决定在西方国家大肆宣扬乌军英勇之际军演，岂不是给美国一记响亮的耳光吗？第二，强化中俄军事大国的形象。如今各国的军事实力，美国那是位居榜首的，俄中是位列2、3。可以说，数据表明，俄罗斯和中国俨然已经成为了继美国之后最强大的两个军事国家。显然，也有不少国家对于中俄两国军事实力嗤之以鼻啊，认为两国都是纸老虎，中看不中用啊。面对美国的打压和其他国家的质疑，中俄有必要向外界展示军事大国的形象和地位，给予他国以震慑。在乌军反攻的档口，中俄宣布即将举行联合军演，岂不是证明了哪怕乌克兰强势反攻，俄罗斯仍尚有余力？中俄公开进行军演，岂不是并不惧怕来自美国和北约的霸凌吗？第三，给日韩以震慑。随着尹锡悦的上台，中韩关系一度跌入谷底。就拿最近来说，中韩矛盾不断，韩方以驱逐出境为要挟，强势逼迫我国大使邢海明先生低头向韩国致歉。可见中韩关系的恶劣程度。至于日本，中日关系向来一般。其实可以理解，美国忌惮中国日渐增长的这个军事和各方面的实力，肆意宣扬中国威胁论。在美国的操控下，一直紧抱美国大腿的日韩不可能与中国交好。只要美国一发话，日韩两国对于中国的敌视和为难也会随之加剧。自然，中国不惧挑战，也不怕威胁。但事事处于被动也不是明智之举。中俄加强军事交流，增进友好关系，对于反华联盟来说是一种非常及时的震慑。尽管美国依旧是实力最强的国家，但日韩不是，仰仗美国鼻息，企图借此挑衅欺辱中俄两个大国，日韩注定只有失败这一条路可走。以上3点就可以看出，中俄现在举行军演非常有必要。中俄也很有先见之明，再结合这个月6、7号刚刚举行的中俄第6次联合空中战略巡航，如今两国将再次合作，这不管是对美国、日韩还是乌克兰来说，都是一种强硬的回击。相信距离不远的日韩两国听着中俄演练的声响，对于中俄的态度已经了解得很明显。中俄不是好欺负的，如果日韩继续挑唆、拱火、欺辱，打击中俄，迎来的将是中俄共同的怒火。好，今天吕哲观察就是这样，咱们下期再见。